欢迎来到优声美书，感谢您点赞、关注和转发，鼓励我们创作更好的节目。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民国那位跛一跛脚山西都要抖3抖的山西王阎锡山。说起来，这位阎老西的一生真是比连续剧还精彩，各种反转，各种操作，让人看了直呼万万没想到。关于他的故事，那真是3天3夜也说不完。今儿个咱们就从我的研究视角出发，来给大家讲讲我学习后的总结故事，带点风趣，带点感慨，看看这位存在就是真理的实践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初出茅庐，革命的启蒙与军阀的起点，要说阎锡山这人啊，他的革命起点倒还真有点根正苗红的意思。他从山西武备学堂毕业后去了日本留学，这可是当时的潮流啊。在哪儿呢？1905年他赶上了趟，加入了同盟会。这听起来是不是挺进步的？回国后他不但中了举人，还进了新军。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那会儿，阎锡山已经是新军里的一个标头了，还参与了太原那晚的事变。嘿，一脚就踏进了革命的洪流。事儿成了，他摇身一变成了山西的都督。不过呢，用我研究的资料里一个网友的犀利点评来说，阎锡山这初出茅庐的一步就带着点骑墙的哲学。据说辛亥革命太原起义军杀山西巡抚那会儿，他带着亲信远远躲在树林里观望。起义军成功了，他可以顺势靠上去领赏，失败了，他也能立马撇清关系。这操作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啊？紧接着他的革命履历就开始画风多变了。他拥护过袁世凯称帝，在护法战争期间还替北洋政府去湖南打护法军。你说这是革命党吗？显然不是了。可到了1926年国民党北伐，他又通电拥护三民主义，变成了国民军，又跟上了趟。再然后1930年他拉着冯玉祥、李宗仁他们浩浩荡荡的反蒋，搞了个中原大战，自己另立国民政府，失败了，跑到了日本人控制的大连去躲风头。在大连待了会儿，9·18事变前夕，他又坐着日本人的飞机潜回山西，盘算着配合日本人搞事，在山西再反蒋。结果蒋介石也挺厉害，许诺他中央执行委员，承认他在山西的地盘和权力，他一看有甜头，得不反了。你看这短短20多年，北洋、国民党、反蒋、投日、拥蒋，这立场切换的比川剧变脸还快。难怪有人总结他的一生就是骑墙的一生。这种骑墙政策不以客观条件为转移，跟谁打他都能骑墙。我觉得吧，这大概就是他后来那个存在就是真理哲学最初的实践吧。与我党的关系，从坚定反攻到最大保护伞，再到彻底分裂，说起来阎锡山和我党的关系那真是一段相爱相杀，主要是他单方面想杀的复杂历史。而且在我研究的资料里，这部分特别有意思，简直是个大写的没想到。一开始阎锡山绝对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他看了看资料，发现我党搞的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太厉害了，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心里害怕的不行。这普通军阀只看到红军手里的枪杆子，想着怎么用军队压制。可阎锡山不一样，他觉得自己是个高级军阀，不仅懂经济，还能搞好，甚至还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想从中找出破解我党红军的办法。他觉得对付我党光靠军事没用，得用思想对付思想，用民众对付民众，用政治对付政治。于是他就捣鼓出了自己的一套防共理论和方法，可以说是9分政治1分军事。他觉得红军最可怕的就是能动员农民，所以他琢磨着，要是我先一步把土地收归公有，废除土地私有制，让红军来了没地可分，
没土豪可打，不就釜底抽薪了吗？这主意听起来是不是挺聪明的？资料里说他这叫不需要你动手，我自己动。我的命不要你急，我自己来革，结果却把自己急死了。这套法子在我看来啊，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破坏了传统社会结构不说，自己内部还矛盾丛生。他还搞了很多花活，比如组织老百姓成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编造红军的谣言吓唬人。那个主张公道团更有意思，红军不是说要为穷人做主吗？那严老西就抢先一步，把穷人组织起来，给他们公道，用他的公道主义来对抗共产主义，甚至还亲自写了6首防共歌，要求各村县期学会，学不会要惩罚。这思想斗争搞得挺上心。但是呢，阎锡山光顾着琢磨这些政治防共的花招，对我党军事力量的防范就有点懈怠了。特别是黄河防线，他觉得军事防共没用，也不想分散兵力去防共，因为他还得防着日本人呢。结果呢，1936年红军东征，教员亲自带队渡黄河到了山西。当时红军才2-3万人，可阎锡山10多万部队硬是拦不住。红军突破天险，分兵数路，长驱直入。阎老西一下就懵了，他那些铜墙铁壁在真给穷人分田的红军面前都是白扯。红军还用麻雀满天飞的战术把他打得毫无办法。在对酒峪跟他主力打了一场，谁也没占便宜。这一仗可把阎锡山打得够呛，资料里说他被打出了阴影，心生无力感。他这才意识到，红军不光理论厉害，军事也是一把好手。正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蒋介石趁机把手伸过来了，派中央军说是来助教。阎锡山虽然不情愿放老蒋的人进来，但没办法，还是同意了。中央军一进来，蒋介石就开始搞小动作，拉拢阎锡山的旧部，安插自己人，还逼着阎锡山派兵过河去打我党。阎锡山感觉自己被蒋介石和日本人两头夹击，日子不好过。他悲叹自己在3颗鸡蛋上跳舞。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被打出阴影的阎锡山竟然开始主动联系我党，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平衡蒋介石和日本人给他的压力。我党这边呢，教员也判断阎锡山的日子不好过，现在正是拉拢的好时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互相利用。我党给阎锡山写了封信，提出联合抗日反蒋。阎锡山收到信后，觉得我党组织号召群众的能力正是他想要的，想学过来壮大自己。我党呢，也需要借着阎锡山的合法许可，在山西发展壮大自己。于是双方达成了3项协议：取消反共组织，取消对我党的封锁，共同组织一个抗日民众团体，这就是后来的西盟会。西盟会这件事，我觉得是最能体现我党在统战工作上的高明之处的。阎锡山想找个自己能控制的我党人员来负责，结果薄一波同志被推荐给了他。阎锡山觉得薄一波年轻，好拿捏，但他不知道薄一波出狱用的是假手续，而且薄一波可是直接跟我党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汇报的。刘少奇一听这机会，那叫一个做梦都求不来。他指示薄一波不要怕跟国民党上层走近，先站稳脚跟，然后争取实质的领导权。结果呢，阎锡山名义上是西盟会会长，但核心领导权很快就掌握在我党手里了。阎锡山给资源，给支持，西盟会干得风生水起，发展极快。我党通过西盟会大量培训干部，特别是村政协助员，把青年学生派到农村去组织群众。这下就把阎锡山最羡慕、最害怕的我党组织动员能力给学来了，不对，是直接在我党的领导下干起来了。短短3个月，西盟会会员发展到60多万。更厉害的是，
薄一波还忽悠阎锡山组建了新军决死队。阎锡山自己也想搞一支像红军那样组织严密的新军，而且钱强他都出。他以为自己能控制军队的长官，结果我党牢牢掌握了政委和政工人员的控制权。这支新军名义上归他，实际领导权却在我党手里。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元气大伤，更加依赖西盟会和我党的力量。我党趁着国民党政权瘫痪，迅速通过西盟会特派员接管了山西很多县区村的政权。到后来，阎锡山发现自己完全控制不了新军了，就想亲手毁掉它。这就是12月事变。结果大部分新军直接融入了八路军。资料里说，八路军这一口就吃成了胖子。所以阎锡山当年允许我党在山西合法活动1年多，对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迅速壮大，特别是在山西建立政权和根据地功不可没。他原本想利用我党，结果被我党给裹挟了，甚至有人认为国民党后来败退台湾，阎锡山也要负很大责任。我觉得吧，这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他机关算尽，反而为我党的发展提供了舞台。难怪资料里提到，我党史书对阎锡山要么当成邪恶的 boss， 抗战后期他投日反共，要么承认他有统战价值，但提起他很多时候只是轻蔑，觉得他彻头彻尾就是个土老财。3. 对老百姓怎么样？阎老西与胡阎王聊完他跟各方势力的周旋，咱们来谈谈老百姓眼里的阎锡山。资料里有句话挺有意思，说他是民国军阀中少有重视农村农民的军阀。他主政山西几十年，确实搞了很多跟农村农民相关的政策，还努力把农民组织起来。据说那会儿山西的社会秩序比别的地方好不少，而且他能深刻认识到我党对农民的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也就是他那么害怕我党来山西的原因之一。他搞的那个主张公道团，据说也是想先一步把穷人组织起来，给他们公道。这出发点听起来似乎还可以，但结合他那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土地政策和强制学习防共歌这些事来看，总感觉有点别扭，是为了防共，而不是真心为了百姓好。而且资料里提到，他虽然在经济建设上有点成绩，特别是军工业，但这些工业成果主要是服务于他的军事野心，吸干了山西的财力。这些工厂跟民间关系不大，养活的只是少数买办。他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大商人、大地主之上。更有资料揭示了阎锡山对普通百姓的残酷一面。有人将他和曾国藩比较，认为两者立的都是地主阶级的功德岩。虽然他没有像何键那样屠杀彭大将军全族，对徐帅和薄一波这样的五台人，因为同乡或亲戚关系，徐帅亲戚是紧随军高官，可能是远亲，甚至因为政治考量，徐帅打的是中央军、川军、陕军，薄一波可以帮他搞统战，没有像对付敌人那样赶尽杀绝他们的家人。甚至内战时，徐帅还能回家探亲，老蒋想杀徐帅全家，还被他保护起来了。但资料明确指出，他对普通百姓却如文正公剃头一般残忍狠毒。晋系的特务组织比老蒋的还多，还狠毒。1948年，他在晋中搞3次传讯，仅凭姚一个县1年就杀害了4000人。他追求的是杀一警示。所以你看，他对上层或者对自己有用的人，可能还有点买卖不成仁义在，但对普通百姓，那就是另一个嘴脸了。资料里直言，要真觉得他对山西人民好，那真是荒谬。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35年红军东征到山西，疲惫落后，才1万多人。阎锡山号称10万大军，武器后勤占优，经营山西20多年。按理说，要是老百姓真心拥护他，早就该自发起来帮他剿灭红军了。
可结果呢？10万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反倒是老百姓群起响应了红军。最终他不得不请老蒋来救命。资料里一针见血地问：真以为老百姓看不出你个好坏人吗？答案不言而喻。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中，他为了解决军粮，多次抢劫农村百姓的粮食，这使得后来红军和解放军到来时，山西民众单死湖江，夹道欢迎。所以他所谓的重视农村农民，更像是他个人权力斗争和防共策略的一部分，而非真正的爱民。他经营山西20多年，却在解放军面前短短几个月就全线溃败，除了死守太原这个乌龟壳，其他地方都被砍瓜切菜般拿下。这正是他无法发动人民群众的体现。他的精明全用在了阴谋诡计上，大的政策却很愚昧保守。4. 败走台湾，落寞的土皇帝与最后的挣扎。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这位在山西当了38年土皇帝的阎锡山，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跑了。他跑到台湾后的日子，资料里描绘的，怎么说呢，既有苟活，也有不甘，还有点戏剧性。他先是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讲话，说只要我在一天，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们，心里还想着卷土重来。最有画面感的一幕是1949年底，他坐飞机去台湾，坐在行李箱上，精神恍惚，一字不吭。大家以为他伤心失落，结果是因为他行李箱里装满了黄金，生怕飞机太重出事。他为了这黄金，甚至不愿舍弃，导致飞机2次起飞遇险。同机的陈立夫带着老蒋的任务来监视他的，看他这么贪财，觉得他不能重用。然而这些黄金可能也支撑了他后来在台湾10年的生活。他早就给自己铺好了后路，提前把大量黄金运到了台湾甚至日本。为了压下运金的消息，还得花钱堵住嘴。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他说他为死守太原准备了氰化钾，要跟部下杀身成仁，结果城破前他带着黄金跑了。这对比太鲜明了。到了台湾，他还没安稳几天，蒋介石就开始琢磨怎么把他赶下台了。他虽然占着行政院长的虚衔，但权力都被老蒋架空了。他开了几次新闻发布会，大骂国民党不讲诚信，腐败无能，还想借此重拾政治影响力。但这更惹恼了蒋介石。没多久，他就被各种方式逼着辞职了。从想卷土重来到彻底落寞退场，只用了短短3个月。辞职后，他搬到了偏僻的阳明山，过上了隐居生活，跟他一起的还有40多个部属和家人。那地方很荒凉，没电，没电话，没自来水。他想念山西的窑洞，就在台湾造了一个，起名重能洞。这名字挺有意思，既代表了他种子能量无穷的世界观，也跟他那没来得及实施的革命重能干部计划有关。这个窑洞跟他山西3万平米的老宅形成鲜明对比，又小又暗。他在山上租地搞重能农场，亲自种柑橘、松树，还养鸡养猪，部下们也跟着开荒。他们还经常开会，像模像样的。但他这隐居生活并不是真的看破红尘。蒋介石不放心他出国，他只能待在台湾，在老蒋眼皮子底下写写书，不问政事。宋美龄来探望他，他也只聊写书心得。虽然他说这是言语道断，心思路绝，是学问修养，但他的秘书说他心中没有风景，内心荒芜，无所依靠，甚至吃饭时会把豆芽看成面条。他晚年还是想着反攻大陆，对着记者说自己老骨头还能再打胜仗，活着回太原。这是一种执念吧。直到1960年病逝，他还在遗憾不能随蒋介石回大陆。他的遗嘱也很特别，提前写好挽联
安排葬礼细节，墓碑上刻自己的思想日记，这都透着一股子精，但也是不甘心和无奈的写照。他去世后，他的部属很多也跟着辞职守灵，显得很忠义。但这不妨碍资料里有人评价他不过是个做大做强的山西土老财，是中国地主阶级近代化的集大成者。陈立夫晚年回忆，觉得他带黄金的行为既讽刺又矛盾。但想想，如果没这些黄金，他一个失势的军阀，如何在台湾偏僻山区带着几十号人舒舒服服地隐居10年呢？这既是他贪财的一面，也是他对蒋介石不信任的表现。5. 综合评价复杂多变的土皇帝。好了，故事讲到这儿，是时候给这位山西王来个综合评价了。从我学习的资料来看，阎锡山这人真是特别复杂，不能简单的一句好坏来概括，但土老财这个评价似乎抓住了他不少本质。优点和能力，根据资料，主政能力在民国军阀里算是高级的，能发展经济，把山西这个内陆省搞得独树一帜，军事工业也像模像样。修同蒲铁路性价比很高，在太原城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工产业链，能自产枪炮弹药，这在民国太稀有了。重视理论和组织，少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军阀看到了我党群众组织动员的可怕力量。他自己的防共策略也是政治为主，而非单纯军事。虽然方式有问题，但他意识到思想和民众的重要性。务实主义者，他的中的理论存在就是真理哲学，以及后期的各种手段都是高度实用主义的表现。为了维持统治，他会想尽办法，哪怕显得残暴或可笑。特定条件下的军事韧性，虽然野战能力极差，堪称 FW 中的 FW， 部队主动性低，一打野战就挨揍，输掉了上党、晋中等关键战役。但他在太原这种要塞防御战中，凭借坚固的工事、充足的弹药，得益于他的军工业和留用的日本炮兵，打出了极其惨烈的防守战，伤亡比肩2战欧洲战场。缺点和局限性，根据资料，政治立场的频繁摇摆和骑墙，一生不断变换阵营，缺乏原则和民族气节，为了自身存在，甚至不惜投靠日本人，做 0.85 纯度的汉奸。徐永昌的批评一针见血，只看一时成败，不顾大局，不讲信义。对百姓的残暴，资料里明确指出，他对百姓残忍狠毒，追求杀一儆十，特务组织发达，靠吸干山西财力搞军工，并未惠及普通民众，抢劫百姓粮食。他未能获得民众真心拥护，统治建立在惧怕之上。用人为亲和人才流失，虽然尝试网罗士人群体，但用人水平不高，很多一流人才傅作义、徐永昌等带着部队离开了他，身边留下的多是庸才。部队也缺乏理想，将军像商人，士兵待价而沽。战略上的短视和失败，政治野心大，想扩张地盘，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没能取得新地盘，反而耗费了巨额军费，导致山西财政崩盘。未能深刻理解时代变化，他那套旧军阀作风无法对抗现代的革命力量，特别是无法动员人民群众。本节目由优声美书制作，欢迎关注、订阅和转发。自身的贪婪和不甘，晚年带着大量黄金逃到台湾，即使到了人生最后阶段，仍然难以割舍对权势和财富的执念。与我党的互动，他与我党的合作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互相利用案例。他想利用我党的组织能力，我党想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和资源。最终，我党凭借更强的组织建设能力，成功掌握了西盟会和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并在山西迅速发展壮大。这导致了他后来企图摧毁新军的12月事变，以及他最终被我党彻底打败的历史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是我党早期的保护伞
和发展助力者，也是最终的敌人。总结，在我看来，阎锡山就像资料里说的，是中国地方军阀的最高形态，一个优秀的威权主义者。他在特定时期确实在山西进行了一些建设，体现了一定的能力和务实精神。他看到了传统军阀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我党群众动员的力量，也尝试用一些非军事手段来应对。但他身上根深蒂固的土老财本性、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对自身权力的无限追逐，以及缺乏真正的理想和对百姓的关怀，最终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失败、军事上的溃败，除太原要塞战，以及历史评价上的复杂甚至轻蔑。他在时代大潮面前，试图用旧的逻辑和手段去应对新的力量，终究是徒劳的。他的故事也印证了资料里那句话，在中国做军阀真得没出路。他晚年在台湾的日子，也许是对他一生奇强和不甘的最终写照。守着黄金，住在自己设计的窑洞里，写着哲学书，却内心荒芜，直到临终还在遗憾未能重返大陆。一个曾经盘踞一省38年的土皇帝，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好了，今天的阎锡山故事就讲到这里。从革命青年到山西王，从坚定反共到最大保护伞，再到败走台湾的落寞，阎锡山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戏剧性。本节目由优声美书制作，欢迎关注和转发。请继续收听下一集。